极热末世降临，地表突破70度，金属都能融成铁水。活下去只有一条路，登上诺亚方车前往北极基地，但首批名额很不可怜。我的丈夫江旭柏作为科学家，会首批登上诺亚方车，并且能携带一名家属。阿软，另一个名额给婉舒。可最后申请单上填的名字却是他手底下的研究生陈婉舒。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那我呢？我妈呢？你从小能吃苦，熬一熬就过去了。第二批最多3个月就到。婉舒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的研究离不开她。这件事没得商量。你的研究离不开她，江旭白，我妈扶持了你整整6年，从你大学没钱交学费，到你读博士做实验，哪一分钱不是她省吃俭用一块一块攒出来的？名额你要给陈婉舒，我认了，可你能不能先带我妈走？哪怕只带她一个人，她年纪大了，根本熬不过这个夏天。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现在是讲人情的时候吗？方舟是用来承载科技研发力量的，不是用来报恩的。我的双手死死地攥成一个拳头，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眼神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在你眼里，我妈6年的血汗钱就只值一句报恩？够了！江旭柏的手指探入公文包，抬起手臂，将那张离婚协议书狠狠地甩在茶几上。签了吧，以后你和你妈跟我再没关系。好啊，江旭柏，我替我妈看清你了。能不能熬到第2批，看你们自己的命。我拿起桌上的离婚协议，指尖颤抖着划过自愿离婚4个大字，心脏像被冰手攥住。首批只能带家属，我得和婉舒假结婚。你先签了，等末世过去，我们再复婚。我保证好好补偿你和妈。江旭柏语气理所当然，他靠在椅背上，双手抱胸，嘴角勾起胜券在握的笑。他笃定，爱了他10年的我，终究会妥协。补偿？我笑了，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江旭柏，10年感情6年资助，就换你一句能吃苦？你别无理取闹，我这也是没办法。婉舒一个女孩子，总不能让她留在外面等死吧？那我和我妈就该死！江旭柏皱起眉头，我猛地将协议拍在桌上。你做梦！我死也不会签！江旭柏脸色铁青，猛地走过来，一把掐住我的手腕。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今天这字，你必须写。江旭柏死死掐着我的手腕，眼神凶狠的像要吃人。放开我！江旭柏愣了一下，下意识松开手。我拿起笔，笔尖悬在签名处，墨水滴落在纸上，晕开一个黑色圆点。这就对了，阿软，我知道你最懂事。笔尖落下，干脆利落。我签下名字，字迹力透纸背，带着决绝的意味。我将协议推到江旭柏面前。不用多说，都末世了，一纸证明算什么？等你带着你的得力助手走了，我和我妈自然会想办法活下去。说完，我转身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将江旭柏错愕的表情隔绝在外。半夜12点，客厅突然响起陈婉舒甜蜜的专属铃声。我在卧室里屏住呼吸，听到江旭柏蹑手蹑脚走向大门，他伸手握住门把手，打开了一条缝。江旭柏打开大门，陈婉舒带着哭腔的声音透过门缝传进来：“江导师，我家空调坏了，热得快死了，能不能让我借住几天啊？”进来吧，别吵醒阿软，他睡眠浅。江旭柏毫不犹豫地拉开大门。陈婉舒假意犹豫，脚步却已经踏进了屋里。可是师娘会不会介意啊？不用管他。江旭柏的声音冰冷刺骨，像一把尖刀扎进我的心脏。我攥紧手机，屏幕亮起，显示着一个7年未拨过的号码，那是秦昭南的电话。7年前他说过，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满足我一个愿望，打这个电话他一定会帮忙。安顿好了陈婉舒，江旭柏没有回房，他们在客厅彻夜长谈。随后传来了隐隐约约的笑声，笑声越来越清晰。我靠在门上，听着外面的声音，我的指尖悬在拨号键上，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我的心脏一阵阵抽痛。客厅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眼神逐渐变得坚定。我做出了决定，我不再犹豫，新的人生即将开始。我听着客厅里的笑声，心一点点沉下去，变得冰冷坚硬。第二天一早，我走进厨房，看到陈婉舒正坐在餐桌前，拿着我和江旭柏的定情餐盘。师娘好，不好意思打扰了。眼底满是挑衅。江导师说这个盘子好看，让我用这个吃饭。我气得浑身发抖。江旭柏，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你怎么能随便给别人用？江旭柏从卧室走出来，不耐烦地皱起眉头。一个盘子而已，你至于这么小气吗？都要离婚了，
还谈什么定情信物？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有什么用？虚头巴脑。我彻底心寒，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得力助手。我猛地拿起车钥匙，我去接我妈，总比在这里看你们恶心强。江旭白脸色立刻阴沉，一把拽住我的胳膊。你不准去！家里存粮不够，4个人太多了。我被他拽得动弹不得，我对他彻底失望。我用力甩开了他的手，我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我不接他来，难道让他一个人在乡下等死吗？家里的粮食只够3个人吃几天。你妈年纪大了，又一身病，根本熬不到第2批。与其在这里浪费粮食，不如让她回乡下，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天。我如遭雷击，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江旭白，从大学读到博士，你吃我妈的，用我妈的，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我这是为了大家好。他猛地甩出口粮计划表，你自己看，非要把你妈接来，到时候大家都得饿死。我一把夺过了计划表，我将计划表撕得粉碎，纸屑漫天飞舞，落在了江旭柏的脸上。江旭柏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气得浑身发抖，他攥紧了拳头，他猛地扬起了手，巴掌朝着我的脸狠狠扇了过来。我没有躲闪，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他的巴掌最终停在了半空。江旭柏的巴掌朝着我的脸狠狠扇了过来，我用冰冷的眼神死死盯着他，他的巴掌硬生生停在了半空。他被我的眼神逼退，心里莫名发慌，他咬牙切齿收回了手。你别不识好歹，我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就在这时，母亲刚好进门了，母亲笑着朝我走了过来，她拉住了我的手。暖暖，别吵架，这位就是旭柏的学生吧？3天后我们是不是一起走啊？江旭柏的脸色瞬间僵住了，我深吸一口气，对着母亲笑了。妈，您先去收拾行李，每人10千克，我们3天后就走。母亲喜出望外，开心地回了房间。江旭柏立刻拽住了我的胳膊，他把我拽进了卧室，狠狠甩上门。童软，你骗他！第1批票早就抢光了，你别想着我能帮你弄2张票。不用你管，我自有办法。江旭柏嗤笑一声，满脸不屑。你一个家庭主妇能认识什么大人物？别做梦了。3天时间转瞬即逝，这天一早，诺亚方车的鸣笛声在楼下响起，悠长而响亮。江旭柏立刻拿起行李箱。婉叔，我们走，方车来了。陈婉书立刻走出来，挽住了他的胳膊，他得意地看了我一眼。江旭柏走到了门口，他回头，童软，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你妈送回乡下，我还能考虑带你一起走。不用了，我们自己有车。江旭柏露出了不屑的表情，他伸手就要开门，我拉起了母亲的手。妈，我们的车来了，走吧。江旭柏的动作瞬间僵住了，他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了，他猛地转过头来，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他立刻反应了过来，他大步冲了过来，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你别想强行上车抢位置，没有名额是不能上车的。我看着他，眼神没有一丝温度。我甩开他的手，扶着母亲继续向前走。江旭柏彻底被激怒了。童软，我都说了第2批，你听不懂人话吗？他的脸上满是狰狞。你要是敢抢婉叔的位置，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陈婉书立刻假惺惺地上前拉住我，她脸上挂着假惺惺的笑容。师娘，您别闹了，没有名额真的不能上车，会被赶下来的，多丢人啊！我用力甩开了他们2个人的手，我的眼神里没有一丝犹豫。我转身扶住了母亲，我们头也不回地朝着方车走去。他们站在原地看着我们离开。江旭柏气得浑身发抖，拦住他！2名工作人员立刻上前，但他们拦住的却是陈婉书。这位女士，不好意思，这辆车是秦总专门用来接童软女士和她母亲的，请您不要妨碍公务。陈婉书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不可能，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面子？江旭柏猛地冲了上来，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疯狂。你什么时候和秦昭南联系上的？你是不是早就和他有一腿了？我攥紧了拳头，强压下心中的怒火。我的眼神冷得像冰。我再次甩开他的手，扶着母亲继续向前走。江旭柏死死拽着我不肯放手，我用力甩开了他的手，我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一丝留恋。我要活命，你不帮，总有人帮。从你把离婚协议甩在我脸上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两清了。说完，我转身扶住了母亲，母亲轻抚我的手背，没有说话。我们朝着诺亚方车走去。我们登上了诺亚方车，工作人员上前关上了车门。江旭柏扑到车门上，疯狂拍打。方车缓缓启动了，他追着方车拼命跑。童软，你回来！我错了，我把名额给你，你别走！他跑得太急，脚下一滑，狠狠摔在了地上。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我的心里
没有一丝波澜，他的身影越来越远。陈婉舒站在原地看着我们离开，他的眼里满是怨毒，他紧紧攥住了拳头。童软，你给我等着，我不会让你得意太久的。3天后，我们抵达了北极基地，方车停在了基地广场，我扶着母亲走下了方车。就在这时，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阿软，我听到声音，缓缓回过头，竟看到江旭柏和陈婉舒从另一辆方车上走了下来。陈婉舒立刻快步朝我走了过来。童老师，你可真有本事，竟然能搭上秦总这条线。不过论能力，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基地需要的是科学家，不是只会靠男人的废物。这时，一名工作人员笑着朝江旭柏走了过来。江先生，这位是您夫人吧？欢迎来到基地。陈婉舒立刻从包里掏出了结婚证，她顺势挽住了江旭柏的胳膊。同志，你认错啦，我才是江夫人。至于这位童女士，可能是靠关系进来的吧，毕竟秦总可是亲自派车接的她呢。周围的科研人员瞬间投来了鄙夷的目光。原来是关系户啊，太过分了！有这2个名额，不如给科学家的家属。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学者快步朝我走了过来，他伸出手指，直直地指向了我。没用的关系户，滚出基地！我们北极基地不养闲人。老学者的话像导火索，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怒火。愤怒的人群一步步朝我逼近，最前排的人已经伸出了手。我站在原地，面色平静，没有丝毫畏惧。愤怒的喊叫声此起彼伏，人群像潮水一样涌来。有人捡起了地上的冰块，朝着我们母女扔了过来。我下意识将母亲护在了身后，眼神里没有丝毫的畏惧。震耳欲聋的枪声让所有人瞬间安静了下来。秦昭南手持手枪站在基地门口，眉眼凌厉如刀，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寒气。谁敢动他？他一步步朝着我们走了过来，将我们母女牢牢护在了他的身后。他们是我的家属。各位，还有问题吗？刚才还义愤填膺的众人立刻变了脸色。原来是秦总的家属，误会，都是误会。江旭柏挤开人群，走到了最前面。秦昭南，我的妻子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家属？你的妻子，江先生，这位才是你的妻子吧？我记得3天前是你逼着童软签的离婚协议。江旭柏的脸瞬间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江旭柏，我们已经离婚了。现场一片死寂。再也没有人敢多说一句话。我的话让周围响起一片窃窃私语，众人都在议论江旭柏忘恩负义，为了女学生抛弃妻子。就算离婚了又怎么样？她一个家庭主妇，除了靠关系还会什么？我可是 X 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没错，基地资源这么紧张，不能浪费在一个没用的关系户身上。秦昭南的眉头瞬间皱了起来，他手中的手枪再次上膛。谁再敢多说一句，我就以扰乱基地秩序罪关他禁闭。我伸手拦住了秦昭南，从包里拿出了一叠泛黄的证件。我有用的。张院士疑惑地接过了证件，当他看到上面的名字时，瞬间大惊失色，双手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天菩萨，你是童软！6年前发表伽马射线顶级论文的童软，我们找了你6年。全场瞬间死寂，落针可闻。紧接着，所有科学家都站了起来，我被众人簇拥在中间，神情依旧平静。江旭柏站在一边，看着这一切，脸色惨白如纸。他终于明白，自己失去的不是一个家庭主妇，而是一个能改变人类命运的天才。众人得知我的真实身份后，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童博士，对不起，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我只是淡淡点头，没有过多计较。很快，基地最高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研究员们提出的纳米隔热膜和地下城项目。江旭柏第一个站了起来，主动请缨。我申请负责纳米隔热膜项目，我保证3个月内就能研制出抵御70度高温的隔热膜。委员会成员们立刻开始低声讨论起来。好，我们同意你的申请，基地会给你70%的科研资源，全力支持你。江旭柏得意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满是炫耀。他点了几个自己心腹组员的名字，最后他的目光停在了我身上。阿软，你也加入我的团队吧。隔热膜和伽马射线防护有很多相通之处，有你帮忙，进度会快很多。江导，我们人手够了，不需要外人帮忙。江旭柏拍了拍他的手，示意他别闹。他有哪点比我强？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等着我的回答。抱歉，这块我不擅长。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所有人都认为地下城是个无底洞。江旭白也没想到我会当众拒绝他。阿阮，你别闹了，地下城项目根本不可能成功，你还是加入我的团队吧，首功是你的。我意已决。纳米隔热膜根本无法长期抵御70度以上的持续高温，这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只有地下城才是人类未来的希望。委员会成员们再次陷入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主席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经过讨论，委员会同意你的申请，任命你为地下城项目负责人。我将竭尽所能，确保项目顺利进行。散会了，众人纷纷起身离开会议室。陈婉书故意路过我身边，停下了脚步。你看好了，只有我才是旭百最得力的搭档。等我们的隔热膜研制成功，你就等着被所有人嘲笑吧。我懒得跟他废话，直接转身离开。我转身走向了地下城项目组的临时办公室，我伸手推开了那扇破旧的门。推开门，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和几把摇摇晃晃的椅子。整个基地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项目。就在这时，几个身影从角落里站了起来，他们是几个刚毕业的年轻研究员，也是为数不多愿意跟着我的人。童博士好，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建成地下城。我和3个年轻研究员在破旧的办公室里讨论地下城的初步设计方案，大家都很投入，对着图纸各抒己见。我认真听着，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基地物资部的工作人员推门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张物资审批单递到了我面前。我伸手接过了审批单，我低头一看，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原本申请的10吨钢材、5吨水泥、3台精密仪器全部被打了回来，最终批准的只有1吨废钢筋、半吨水泥和1台报废的水准仪。工作人员面露难色，不敢直视我的眼睛。童博士，对不起，江总负责人说了，现在基地的所有资源都要优先供应隔热膜项目，地下城项目优先级最低。一个年轻研究员听完，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太过分了，他这是故意针对我们！没有物资，我们怎么建地下城？”我深吸一口气，压下了心中的怒火。别生气，没有物资，我们就想办法自己解决，办法总比困难多。说完，我立刻起身前往基地最高委员会讨说法。我来到委员会办公室门口，敲了很久的门，可几位老院士都避而不见，只有秘书从侧门走了出来。童阮，你现在不能去，委员会的决定已经下达，无法更改。我站在原地，看着紧闭的办公室门，眼神更加坚定。我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去找秦昭南帮忙。秦昭南看到我，立刻侧身让我进了屋。我把物资被克扣、委员会避而不见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得知事情的经过后，怒不可遏，他猛地一开桌子，周身的寒气瞬间爆发。他立刻召开了基地最高层紧急会议。各位院士，我必须提醒你们，纳米隔热膜存在致命缺陷。江旭百的项目就是在浪费基地的资源，只有地下城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没想到江旭百早有准备，立刻冷笑一声站了起来。他拿出了一份12名研究员联名的上书，狠狠拍在了桌上。秦总，你这是滥用权力干预学术独立，企图将基地变成个人独裁。科研的事情应该由科学家说了算，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几位老院士听了，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秦总，学术独立是基地的基本原则，你不能干预资源分配。会议室里顿时一片哗然，众人议论纷纷。经过委员会讨论，作出如下裁定：暂停秦昭南的物资调配权，禁止他以任何形式干预科研事务。秦昭南的眼神瞬间沉了下来，紧紧攥住了拳头。散会后，秦昭南在走廊对我说：“对不起，阿阮，我没能帮到你。”没关系，他能抢走资源，抢不走我脑子里的东西。我一定会建成地下城的。我带着几个研究员搬进了地下7层的旧仓库，这里阴暗潮湿，连一扇完整的窗户都没有，墙壁长满霉斑，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霉味。他们花了3天时间，把仓库打扫得干干净净，用废弃的木板搭起了简易的工作台，用捡来的废钢筋和水泥块垒起了实验台。为了解决供电问题，我从垃圾场捡来3台报废的发电机，花了2天时间把3台发电机全部修好了。每天晚上，发电机的轰鸣声震得人耳朵疼。尽管条件艰苦，但没有一个人抱怨。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白天做实验，晚上则在台灯下绘制地下城的设计图，眼睛熬得通红，布满了血丝，手上布满了伤口和老茧。江旭百得知我们的情况后，气得暴跳如雷。真是不知死活！我倒要看看
没有资源，他能坚持多久？他拿起对讲机，冷冷地下达了命令：通知物资部，以后地下城项目的所有申请一律打回。他想要1颗螺丝，都得我亲自签字批准。江旭柏下令卡断地下城项目的所有物资申请，连1颗螺丝都不给我，所有的物资申请全部被无情驳回。没过几天，他又下令切断了地下7层的水电供应，地下7层的水电被彻底切断了，发电机没有柴油，很快就停了下来。仓库瞬间陷入了一片黑暗，没有水，我们只能每天到几公里之外的公共水龙头接水，来回一趟就要花1个多小时。更过分的是，江旭柏在基地公共论坛散布谣言，谣言说我的地下城设计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建成就会整体坍塌，把所有人都活埋。谣言迅速蔓延，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我充满了敌意，有人往仓库门口扔垃圾，还有人在背后骂我们是疯子、杀人犯。几个年轻研究员看到这一切，气得浑身发抖，他们都为我感到不值。别想太多了，别在意别人的看法，只要我们把地下城建起来，谣言自然会不攻自破。这天下午，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几百名不明真相的民众拿着棍棒和铁锹冲了过来，他们把仓库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同软滚出来！停止你的疯狂实验！愤怒的喊叫声震耳欲聋，人群不断冲击着仓库的大门，大门被撞得剧烈晃动，眼看就要被冲开了。你们躲在里面，不要出来。我深吸一口气，独自走向了门口。我一个人站在门口，试图向大家解释。大家冷静一点，我的设计没有问题，地下城是安全的。我们才不信你！江博士说了，你的地下城会坍塌。混乱中，有人捡起了地上的石头，朝着我的额头狠狠砸了过来。石头砸中了我的额头，鲜血瞬间流了下来，模糊了我的视线。童博士！他们冲过来，扶住了摇摇欲坠的我，砸了他们的实验设备，让他们再也做不了实验。人群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开始疯狂打砸。实验台被掀翻在地，实验器材散落一地，一张张珍贵的设计图被撕成了碎片，好不容易修好的发电机也被砸得稀烂，整个仓库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都住手！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纷纷回头看去。只见张老院士带着自己的20人团队正快步赶过来，看着眼前被破坏的面目全非的实验室，我握紧了拳头。就在这时，张老院士带着他的团队赶了过来，仓库里一片狼藉。张老院士轻抚我额头上的伤口。童博士，对不起，是我没有管好他们，让你受委屈了。不关您的事，是江旭柏太不择手段了。我看过你的理论论文，你的设计是对的，地下城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我支持你。从今天起，我们整个团队全部加入地下城项目。是。看着这些愿意相信自己的人，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就在这时，秦昭南也带着支援赶了过来，他从军备库调来了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全力支持地下城项目。阿软，这些你都拿着，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你身边。有了张老院士的团队和秦昭南的支援，地下城项目终于有了希望。然而，就在一切步入正轨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酝酿。江总，设计图我偷来了。旭柏哥，这下同软可真的完了吧？看着偷来的地下城设计图，江旭柏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同软这下彻底完了，没有设计图，他的地下城就是一堆废铜烂铁。还是江总厉害，这下整个基地都是我们的了。他不知道，我早就料到了他会来这一手。他紧紧攥着手里的设计图，仿佛已经握住了整个基地的未来。两人对视一眼，眼中充满了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张设计图只是我故意让他们偷走的备份而已。江旭柏不知道的是，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被李明偷走的只是一份过时的初稿，真正的核心设计一直都在我的脑子里。有了张老院士团队的加入和秦昭南的物资支持，地下城项目的进度突飞猛进。我带着团队日夜赶工，每天只睡3个小时。他们在地下7层开辟出巨大的空间，按照我的设计，一点点搭建地下城的主体结构。张老院士带来的工程师们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秦昭南则负责安保和物资运输，确保工地的安全。与此同时，江旭柏的隔热膜项目却进展缓慢。他虽然拥有最好的资源和最庞大的团队，但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缺陷。为了赶进度，他多次篡改实验数据，隐瞒了隔热膜高温下会释放有毒气体的事实。基地最高委员会决定3个月后组织全基地直播，让同软和江旭柏分别展示项目成果，由全体民众投票决定基地的发展方向。一场决定人类未来的对决即将开始。消息传出，整个基地都沸腾了，所有人都守在屏幕前，等着看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对决。3个月的时间，在所有人的期待中飞速流逝。3个月后，地下城1号样板间顺利建成。
样板间面积1000平米，分为居住区、生态种植区、能源区和医疗区4个部分，拥有独立的空气循环系统、恒温系统和水循环系统。居住区温度稳定在24度，完全模拟了正常的地表环境。生态种植区里，绿油油的蔬菜和鲜艳的花朵在灯光下茁壮成长。能源区为整个样板间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医疗区配备了基地最先进的急救和治疗设备。直播当天，基地中央大礼堂座无虚席。尊敬的各位委员、各位民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地项目成果展示会。首先，有请江旭柏博士为我们展示他的纳米隔热膜项目。今天，我将向大家展示能够改变人类命运的纳米隔热膜技术。火焰熊熊燃烧，温度瞬间飙升到70度。仅过了10秒钟，意外发生了。隔热膜融化后，温度计的读数瞬间飙升到65度，直播被迫中断。怎么回事？这不可能！江旭柏踉跄着后退一步，瘫坐在地上。他的助手上前时，脚下打滑，膝盖狠狠撞在旁边红色汽油桶上，汽油桶应声翻倒，漆黑刺鼻的汽油瞬间倾泻而出，火焰疯狂蔓延，舔舐着木质背景板和悬挂的横幅。半个小时后，大火被扑灭。江旭柏灰头土脸地站在废墟中，眼神呆滞。就在这时，直播重新开始。大家好，我是童软，接下来我将带大家参观我们的地下城1号样板间。当样板间的大门关上的那一刻，外面零下20度的严寒被彻底隔绝，里面温暖如春，空气清新，完全感觉不到是在地下。张老院士手把手教工人调整滴灌的水流，小女孩小心翼翼地碰了碰向日葵的花瓣，这就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我带着镜头一步步走进样板间，耐心地讲解每个区域的功能。这里是居住区，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根据人口数量灵活调整房间大小。每个房间都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所有设施都是全新的，完全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这里是生态种植区，采用无土栽培技术，可以全年种植蔬菜和水果，能满足基地所有人的饮食需求。这里1年4季都能产出新鲜的瓜果蔬菜，再也不用吃压缩食品了。我摘下一颗熟透的草莓，举到镜头前，我笑着将草莓递给身边的小女孩。这里是能源区，我们利用地热发电，为整个地下城提供清洁、稳定的能源。工程师正拿着记录本向张老院士汇报着运行数据。张老院士的团队解决了所有技术难题，确保能源系统万无一失。看着屏幕里温暖、舒适、充满生机的地下城，所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全体观众齐刷刷地站起身，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家！江旭柏的团队瞬间土崩瓦解，超过80%的研究员当场宣布辞职，加入地下城项目。基地最高委员会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最终决定终止隔热膜项目，将所有资源转交给地下城项目，任命我为基地总工程师。地下城的建设将全面展开。江旭柏的纳米隔热膜项目彻底失败，委员会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1周后终极测试，不通过就去边缘区劳动改造。走投无路的江旭柏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他不吃不喝，熬了3天3夜，尝试了上百种配方，却一次次失败。又失败了！怎么会又失败了？巨大的压力让他彻底崩溃，开始在实验室里疯狂打杂。江哥，最新的配比数据出来了。都是你这个废物，连个最简单的配比都做不好！你还好意思怪我？当初是谁偷了童软的设计图？是谁篡改实验数据，欺骗所有人？积压已久的怨气彻底爆发，两人在实验室里扭打在一起，互相揭短。扭打过后，实验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办法。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成型，他要赌上整个基地的命运。把反应堆阈值提升到130，就能合成出完美的纳米隔热材料。不行，这太危险了，反应堆会爆炸的。要么赌一把，要么去边缘区冻死饿死，你选一个。在死亡的威胁下，陈婉书最终选择了妥协。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即将降临。好，我跟你干。江旭柏没有丝毫犹豫，走到控制台前，猛地按下了决定所有人命运的按钮。刺耳的警报声瞬间响彻整个实验室，反应堆开始进入危险的过载状态。快了，就快了，再高一点！就在江旭柏以为即将成功的时候，灾难发生了。爆炸的冲击波席卷了整个基地，地面剧烈摇晃，墙壁开裂，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江旭柏自食恶果，被熊熊大火吞噬，发出凄厉的惨叫。与此同时，在地下7层的地下城工地，是地面实验室的方向，出事了。所有作战人员立刻到1号入口集合，跟我去地面。我跟你一起去。我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带着队伍赶往爆炸现场。当我们到达地面入口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满地都是碎玻璃和烧焦的残骸，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烟味和血腥味。没有人知道，这场爆炸只是灾难的开始。当我和秦昭南赶到时，江旭柏的实验室已经变成了一片人间地狱，火焰还在熊熊燃烧，浓烟呛的人睁不开眼睛。快，灭火！救人！士兵们奋不顾身地冲进火场，与大火展开了殊死搏斗。医疗人员也紧随其后，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这里有人，还活着，还有呼吸，只是受了点轻伤。这里还有一个，快来帮忙！他全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烧伤，唯有头部和脸部只是受到了一些轻伤。他被紧急抬上救护车，送往医疗部进行抢救。当天下午，基地最高委员会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必须立刻撤销江旭柏的一切职务，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隔热膜项目已经终止，江旭柏留下的烂摊子怎么办？还有很多实验数据需要处理。全场鸦雀无声，没人敢接这个充满核辐射危险的烂摊子。难道就没有人愿意接手吗？我来接手。听到我的话，秦昭南的脸色立刻变了。阿阮，你已经负责地下城项目了，已经够忙的了。这个项目太危险了，没有人比我更合适。隔热膜项目虽然存在缺陷，但其中的一些技术对地下城的建设还是有帮助的。委员会成员们陷入了激烈的讨论，权衡着利弊。经过讨论，委员会同意你的申请，任命你为隔热膜项目临时负责人。接过任命书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这里的承重结构需要再加强一下。我接手后，一边继续推进地下城的建设，一边带领团队整理实验数据。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3个小时，几乎吃住都在工地和实验室。经过半个月的调查，我们已经查明了事故真相。江旭柏绕过所有安全协议，强行提升反应堆阈值，还省略了关键的辐射检测步骤。都是江旭柏逼我的，我什么都不知道。陈婉书，你这个贱人！判决如下：江旭柏带伤愈后，发配到边缘区劳动改造。得知两人的言论后，我只是淡淡一笑，没有理会。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一切。伽马射线隔绝率99%，我反复确认了好几遍，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张老院士，我有一个重大发现。隔热膜的材料虽然无法抵御高温，但却能隔绝99%的伽马射线辐射。极热末世不仅带来了高温，还伴随着强烈的伽马射线辐射，很多人因此患上了重病。发现隔热膜的防辐射特性后，我立刻调整了研究方向，把辐射检测仪搬到这边来，我们开始第一轮测试。接下来的半年，我吃住都在实验室，几乎没有离开过一步。我每天只睡2个小时，饿了就啃营养膏，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秦昭南心疼我，每天都会悄悄来实验室看我。他每天都会给我送来饭菜，陪我坐一会儿，但从来不会打扰我的工作。童博士，这个配方的辐射隔绝率又提升了0.5。太好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配方。半年后，我成功研制出了能隔绝99%伽马射线的防护服饰。这种防辐射服轻便、透气，穿着舒适，完全可以满足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需求。与此同时，另一个好消息也传来了，地下城的主体建造也顺利完工。整个地下城占地面积10平方公里，可以容纳10万人居住，拥有完善的生活、医疗、教育和工业设施。基地为我举办了盛大的庆功宴，庆祝这2个历史性的成就。让我们敬童博士一杯，他是人类的英雄。敬童博士，人类的英雄。谢谢大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看着台下一张张充满希望的脸，我知道人类的新生终于要开始了。庆功宴进行到一半，我独自走到了塔台吹风。大厅里觥筹交错，所有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看着脚下这片我亲手打造的家园，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童软，你风光的很啊。我没有回头，就知道来的人是谁。你现在满意了，你成了基地的英雄，而我呢，每天刷盘子扫厕所，被所有人嘲笑，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路是你自己选的，当初是你心甘情愿跟着江旭柏，帮他做那些龌龊事，现在落到这个下场，是你咎由自取。听到我的话，陈婉书的情绪彻底崩溃了。童软，我求你去看看旭柏吧，他伤得很重，这半年只能吃流食，每天都在喊你的名字，他真的很后悔。他后悔的不是伤害了我，而是后悔自己的计划失败了。听到我的话，陈婉书的手猛地松开，整个人瘫坐在地上。我没有再理会他，准备离开塔台。阿阮，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江旭柏缠满绷带的手颤抖着伸向我的衣角，我没有丝毫犹豫，向后退了半步，避开了他肮脏的触碰。
阿软，我错了。这半年我每天都在想你，我不该把车票给陈婉舒，不该和你离婚。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就在这时，一直瘫坐在地上的陈婉舒也爬了起来。童软，旭柏都这样了，你就原谅他吧。他是真的爱你啊！江旭柏，别演了，你脑子里想的不是我，是那个帮你洗数据、推模型，把国家研究院名额让给你的童软。你怀念的不是婚姻，是那个能让你高高在上的免费垫脚石。你后悔的不是失去了我，而是后悔失去了一个能为你无私奉献、任你摆布的工具。我的话像一把尖刀，狠狠刺进了江旭柏的心脏。他被我说中了心事，恼羞成怒，却又无力反驳。就在这时，秦昭南不知何时走了过来，将他的军大衣披在了我的身上。他看着江旭柏的眼神没有丝毫温度，充满了警告。感受到身边熟悉的温度，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秦昭南转过头，目光如刀般扫过江旭柏和陈婉舒。塔台风大，怎么穿这么少就出来了？看着他担忧的眼神，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江先生，基地医疗资源紧张，作为待审人员，你应该待在医疗区，而不是来骚扰基地首席科学家。秦昭南，你别太过分！我和我前妻说话，关你什么事儿？纠正一下，童软女士现在是地下城总工程师，是基地的首席科学家，而你只是一个导致同僚伤亡的罪人。注意你的称呼。还有，从今天起，没有我的批准，你不得离开医疗区半步。如果再让我看到你骚扰童博士，我立刻把你流放到北极冰原，让你在那里自生自灭。江旭柏被秦昭南的狠厉吓住了，脸色煞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推我回去！两人不敢再多说一句话，狼狈地逃离了塔台。秦昭南的眼神才重新变得温柔，他看着我的侧脸，眼神温柔，悄悄伸出了手。他想要握住我的手，却又害怕唐突，最终还是犹豫着缩了回去。压在我心头多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想牵我的手，却始终没有勇气。江旭柏因重大责任事故罪发配到基地最边缘的地区劳动改造。陈婉舒因从犯一同被发配到地区。听到判决，两人的身体同时晃了一下，面如死灰。他们没有互相安慰，反而在心里开始怨恨对方。地区位于基地最外围，靠近北极冰原，温度比内部低10度，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以后你们就住这里。不久后，在基地的医疗供给下，江旭柏的伤势依靠特效药得到控制，每天只有2支营养膏和半升水，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严寒和劳累一点点消磨着他们的意志，巨大的落差让两人的心理都变得扭曲。如果不是你，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你才是废物，是你害了我！他们连仅有的生存物资都在互相伤害中被毁掉了。每天这样的争吵和打斗都会上演。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比仇人还要仇恨对方。X7冷凝稳定剂的能量转化率已经达到98%，完全可以满足地下城的能源需求。屏幕上的我自信从容，光芒万丈。看着我如今的风光，他的心里只剩下无尽的嫉妒和怨恨。陈婉舒也走了过来，看着屏幕上的我，眼中同样燃起了仇恨的火焰。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两人心中同时滋生。童软，你凭什么过得这么好？我绝对不会让你如愿！听到江旭柏的嘶吼，陈婉舒原本麻木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没错，只要童软的 X7项目成功，我们就永远烂在地区了。如果实验爆炸了呢？到时候童软就会身败名裂，我们还有机会翻身。一个疯狂的计划在两人心中同时成型。他们决定深夜潜入 X7项目的测试场，往冷却液里倒入高浓度强酸，从这个通风口进去，沿着这条线走，就能直达冷却液机房。陈婉舒用自己半个月的口粮买通了一个经常往返主基地的清洁工，帮我弄一套清洁工制服和一张测试场的废弃权限卡，这袋营养膏就是你的。3天后在这里交货，别告诉任何人。3天后，陈婉舒顺利拿到了她想要的东西。这张废弃权限卡真的能用吗？不会被发现吧？废弃权限卡只能打开测试场的后门，而且只能用1次，没人会注意到的。可是通风管道里有很多监控，我们必须避开它们，一旦被拍到，我们就死定了。放心，我都安排好了。这是监控的盲区路线，你从通风管道进去，沿着这条线走，绝对不会被拍到。把强酸倒进去就行，只要实验爆炸，童软就会被追究责任，被赶出基地，我们就能离开这个地方。陈婉舒看着手里的权限卡，眼中最后一丝犹豫也消失了。测试前一天深夜，整个基地都陷入了沉睡，只有应急灯在黑暗中闪烁。他压低身体，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生怕被巡逻的士兵发现。转过最后一个拐角，他终于看到了 X7项目测试场的后门。他停下脚步，心脏狂跳，手心冒出了冷汗。小心点儿，我在这里等你。陈婉舒攥紧了口袋里的酸液瓶，点了点头。废弃权限卡成功打开了测试场的后门，他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
他掏出江旭柏画的路线图，借着微弱的光线仔细核对。按照路线图的指示，他找到了通风管道的入口。通风管道里又黑又窄，他的膝盖和手肘被铁皮磨得鲜血淋漓，却丝毫不在意。终于，他爬到了测试场冷却液机房的正上方。他抓住旁边的维修绳索，确认足够牢固。他稳稳地落在了测试场的地面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准备好的高浓度酸液，他屏住呼吸，一步步走向冷却液总阀门。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看得一清二楚。监控室里，我和秦昭南正看着屏幕，嘴角同时勾起一抹冷笑。要不要现在就把他们抓起来？我早就料到江旭柏和陈婉书会狗急跳墙，不急，等明天实验结束，再让他们当众出丑。在 X7 项目开始之初，就在测试场加装了360度无死角监控和自动隔离阀，酸液和冷却液混合在一起，发出滋滋的声响，冒出大量气泡。他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却不知道这只是我为他设下的陷阱。得手后的陈婉书不敢多做停留，立刻顺着绳索爬回了通风管道。他沿着原路返回，顺利走出了测试场。成了，酸液已经倒进去了，明天同阮就等着身败名裂吧。江旭柏露出了计划得逞的笑容。第二天上午， X7 微型温控模型测试正式开始，基地高层和所有科学家都聚集在这里，等待着测试的结果。江旭柏坐在最不起眼的角落，眼神阴鸷，等着那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他已经在心里演练了无数次我身败名裂的场景。陈婉书站在他身后，紧张的浑身发抖，眼神里充满了期待和不安。X7 冷凝稳定剂是地下城的核心技术，它能将地热产生的巨大热能转化为电能，同时维持地下城的恒温。秦昭南站在我身边，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目光紧紧锁定在角落里的江旭柏身上。3、2、1，启动。反应堆启动成功，冷却系统完美介入，将热能转化为电能。稳定输出，温度控制在安全阈值内，能量转化率达到98%，超出预期。江旭柏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整个人僵在了椅子上，仿佛被一道惊雷劈中。陈婉书更是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傻了。这不可能！我明明把酸液倒进去了，怎么会这样？陈婉书的尖叫在满是欢呼声的观察室里显得格外突兀。看样子凶手自己跳出来了。江旭柏的心脏猛地一沉，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头顶。他第一反应就是和这个疯女人撇清关系。你胡说什么？我听不懂。他的手心全是冷汗，心脏狂跳的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你听不懂，那我就让你听懂。我在主控台上敲击几下，大屏幕上立刻播放出昨晚的监控录像，画面清晰地记录了他潜入测试场的全过程。全场瞬间炸开了锅，愤怒的喊叫声此起彼伏。天哪！他居然想炸毁模型，这太可怕了！这是反人类！如果实验真的爆炸了，我们所有人都得死！铁证如山，陈婉书再也无法抵赖。不是我，是有人陷害我，是同阮陷害我。秦昭南带着士兵走了过来，准备将他带走。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了角落里的江旭柏。旭柏，是你教我的，是你让我干的，你跟他们说啊！江旭柏吓得魂飞魄散，脸上写满了厌恶和惊恐。你疯了！放开我！我根本不认识你！江旭柏，你这个懦夫，我不会放过你的！旭柏，你快告诉他们啊！是你画的通风管道路线图，是你让我把酸液倒进冷却液里的，你不能不管我！周围人鄙夷和愤怒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扎在江旭柏身上，他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手指紧紧攥着椅子扶手。突然，他猛地一脚踹开了陈婉书，力气大的牵动了腿上的伤口。他疼得倒吸一口凉气。你这个疯女人，别血口喷人！我根本不知道你做了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我怎么可能让你去破坏实验？你这是想拉我垫背！秦总同阮，我要求严惩这个罪人，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的所作所为都与我无关。我冷冷地看着他，没有说话。陈婉书被踹倒在地，额头重重磕在了桌角上，鲜血瞬间流了出来，顺着他的脸颊滑落。他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江旭柏，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怨恨。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神彻底变了，只剩下刺骨的怨恨。江旭柏，你真恶心！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等计划成功了，我们就能翻身。现在出事了，你就想把我一脚踢开？你做梦！就在这时，2名安保人员冲了进来，他们一左一右架起了地上的陈婉书。他拼命挣扎着，尖叫着，眼神死死地盯着江旭柏。他被安保人员拖着，一步步向门口走去。铁门被重重关上，审讯室里恢复了安静。江旭柏靠在椅子上，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他抬起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手还在微微颤抖。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侥幸的笑容，以为自己躲过了一劫。然而他一抬头，
却对上了秦昭南冰冷的眼神。秦昭南站在原地，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周身散发着冰冷的气场。江旭白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眼神变得慌乱起来。我和秦昭南站在一起，冷冷地看着他，没有说话。审讯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江旭白的身上。秦昭南看着江旭白，眼神冰冷，率先开口了。他的语气没有一丝温度，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江先生，你以为你能脱得了干系吗？江旭白坐在椅子上，不敢直视秦昭南的眼睛。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你参与了破坏，但作为陈婉书的同居人，你难辞其咎。他的面容平静，眼神却带着能刺穿人心的光。而且我们有证据证明，你在事发前曾多次与陈婉书密谋，企图破坏 X7 项目。说完，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黑色的录音笔，他把录音笔轻轻放在了桌上，他伸出手指按下了播放键，录音笔里传出了清晰的对话声，一字一句都无比刺耳。江旭白听到录音内容，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的手紧紧抓住椅子扶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浑身颤抖，眼神空洞，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根据基地最高法则，现判决如下：江旭白因包庇罪和共谋罪，物资配给再减半，医疗特供全部取消，即日起严加看管，不得离开地区半步。听到判决，江旭白猛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惊恐。不，秦昭南，你不能这么对我，我身上还有伤，没有特效药我会死的。秦昭南看着他激动的样子，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怜悯，只有冰冷的审判。那是你自己选的，是你自己选择了背叛，选择了作恶，现在你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了。说完，两名安保人员走上前，抓住了江旭白的手，他们推着江旭白离开了审讯室，朝着地区的方向走去。江旭白被推进了地区那间只有10平米的小隔间，铁门被关上，江旭白独自留在了狭小的隔间里，没有了特效药，他的腿伤越来越严重，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江旭白每天都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晚上根本睡不着觉，他的身体像是被无数根针在扎，每一秒都在承受着酷刑，疼痛让他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地区的人看到他都绕道走，没有人愿意靠近他半步。江旭白用半个月的口粮从地区的一个黑市商人手里换来了一台破旧的终端机，他躲在自己的小隔间里，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终端机。他侵入了基地的内部公共论坛，披着匿名马甲，准备发布帖子。江旭白发布了一篇几千字的帖子，标题触目惊心。帖子里，他故意偷换概念，将 X7 一个微小的能量波动无限放大。江旭白指控我为了夺权，故意隐瞒了这个致命缺陷。帖子发布成功，瞬间被大量转发。在末世压抑的氛围下，恐慌迅速在基地蔓延开来，很多民众本来就对地下城心存疑虑，看到这篇帖子后更加动摇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论坛上发帖，有人呼吁暂停 X7 项目，有人要求我公开所有实验数据。童软，你的好日子到头了。江旭白联系了几个以前带过的年轻研究员，准备声泪俱下的控诉。几个以前带过的年轻研究员接通了通话。我发现了 X7 缺陷，去提醒童软。他竟联合秦昭南打压我。几天后，几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看到了这些言论，他们看着帖子里的数据，脸色越来越凝重。经过激烈的讨论，他们决定联名向最高委员会提交请愿书，他们要求暂停 X7 量产，对我进行公开学术听证。消息传到指挥室，我和秦昭南脸色都沉了下来。这群老顽固是脑子进水了吗？宁愿相信一个造谣的废物，也不相信已经成功运行的模型。他气得浑身发抖，一把抓起了桌上的通讯器。安保部听令，立刻去地区把江旭白抓起来，以煽动暴乱罪论处。就在这时，我端着一杯温水从门外走了进来，我轻轻按住了他的手，阻止了他的命运。等等，你现在抓他，只会坐实他被迫害的形象，让那些恐慌的人更加确信 X7 有问题，到时候只会引起更大的混乱。那怎么办？总不能任由他这么造谣下去吧？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眼中闪过一丝冷冽。当然不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科学的质疑只能用科学来粉碎。既然他想要公开听证，那就给他一个最盛大的舞台。你有把握吗？我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当然，科学不会说谎。至于造谣的小丑，就让他在聚光灯下彻底变成一个笑话。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3天就过去了。3天后，北极基地中央大礼堂座无虚席，这场关乎地下城命运的听证会吸引了全基地所有人的关注。你说 X7 真的有问题吗？要是真的，我们可就完了。别瞎说，童博士肯定不会骗我们的。主席台上方写着 X7 项目听证会的横幅缓缓展开，几位白发苍苍的老院士走上主席台，为了博取群众的同情心，江旭白特意坐上了之前的轮椅。江旭白和我走向主席台，迎着所有人的目光，我站在主席台中央，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我们身上。现在我宣布，关于 X7 冷凝稳定剂项目的听证会正式开始。木锤重重落在黑色审判台上，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连呼吸声都变得清晰可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童然女士，关于匿名举报中提到的 X7 核心常数 K 值衰变问题，你作何解释？我没有带任何文件，从容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一步一步走向演讲台，脸上没有一丝慌乱。我站在演讲台前，迎接着所有人审视的目光。我按下了演讲台上的按钮，一道幽蓝色的光芒亮起，3维全息投影出现在演讲台上方。举报人所说的 K 值衰变，依据的是7年前江旭柏发表的那篇成名作《纳米材料的热稳定性研究》。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那篇论文从基础假设开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此言一出，全场瞬间哗然。江旭柏听到我的话，脸色瞬间大变，猛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你胡说！那篇论文是经过国家级评审的，怎么可能是错误的？是不是错误？我们用事实说话。我在操作面板上轻轻滑动，调出了当年的实验日志原件。实验日志被投在了大屏幕上。这是带有江旭柏电子签名的原始数据，上面清晰标注了 K 值的波动范围。根据原始数据 ，K 值在高温下会发生剧烈衰变，根本无法用于实际。我曾3次提交修正报告，却被江旭柏强行压下。不仅如此，这篇论文的核心理论框架也是我当年写的毕业论文初稿。江旭柏趁我不注意，偷偷拷贝了我的手稿，稍作修改，就当成了自己的成果发表。全场瞬间死寂，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学术造假是科学界不可饶恕的死罪。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江旭柏，充满了鄙夷和愤怒。江旭柏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你胡说！你这是污蔑！你篡改了实验日志！你就是想陷害我！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我篡改实验日志？江旭柏，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只会弄虚作假吗？为了彻底打消大家的疑虑，我将在这里进行一次实物演示。我按下了最后一个按钮，全场瞬间安静下来。礼堂的地板缓缓裂开，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裂缝处。一台巨大的 X7 反应堆缓缓升了起来，幽蓝色的光芒在反应堆表面流动，神秘而强大。现在，我将把反应堆的输出功率拉到极限。我按下了操作面板上的最大功率按钮。我的话音刚落，刺耳的警报声瞬间响彻整个礼堂，温度读数瞬间突破10000度，反应堆的外壳开始微微发红。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紧张地看着反应堆，大气都不敢出。江旭柏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等着反应堆爆炸的那一刻。然而 X7 液体爆发出了璀璨的幽蓝光芒，狂暴的热能被瞬间驯服，转化为纯净的电能，点亮了礼堂所有的灯带。大屏幕上清晰显示反应堆运行稳定。短暂的死寂后，整个大礼堂爆发出了掀翻屋顶的欢呼声。江旭柏瘫在轮椅上，面如死灰，眼神空洞。安保人员走上前，架起江旭柏就要往外拖。2名安保人员一左一右架住江旭柏的胳膊，他挣扎着，尖叫着，却无济于事。他被安保人员拖着，一步步向门口走去。我看着他被拖走的背影，脸上没有一丝波澜。整个大礼堂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江旭柏因学术造假散布恐慌谣言，陈婉书因危害公共安全，两人对基地已无任何贡献，且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现判决如下：剥夺其北极基地居住权，于48小时后执行流放。听证会结束后，基地最高委员会立刻下达了最终指令。消息很快传到了禁闭室。我不想死，流放就是死刑啊！旭柏，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江旭柏靠在墙上，没有说话，他的眼神像淬了毒的刀子，充满了刻骨的怨毒。哭有什么用？都是童阮那个贱人，他要赶尽杀绝，我不会让他得逞的。突然，他眼睛一亮，想到了一个主意。今晚全基地都在庆祝地下城启动，外围储藏室的防卫最空虚，我们去偷 X7 成品，要挟他们给我们永久居住权。真的吗？能成功吗？当然能，我以前是总负责人，我知道储藏室的位置和安保密码。陈婉书的眼中闪过一丝希望，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时间很快到了深夜，全基地都沉浸在庆祝的喜悦中。两人趁着夜色偷偷溜出了禁闭室。江旭柏和陈婉书从铁门缝隙中鬼鬼祟祟地探出脑袋，他们沿着走廊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江旭柏时不时回头，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他们躲在拐角处，确认前方没有安保人员。他拿出之前画好的路线图，确认方向。他们按照江旭柏画的路线，鬼鬼祟祟地摸向实验室外围的旧储藏室。远处旧储藏室的大门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中。他们停下脚步，看着不远处的储藏室大门，眼中闪过一丝激动。江旭柏准备实施他的计划。两人躲在墙角，紧张地观察着储藏室门口的动静。门口只有一个安保人员在巡逻。看到只有一个安保，两人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们等了一会儿，机会终于来了。趁安保人员转身的功夫，两人快速溜进了储藏室。储藏室里堆满了各种物资，光线十分昏暗。X7 成品在哪里？在里面。
我记得是放在蓝色的箱子里。两人小心翼翼地走向最里面的货架，走到货架前，他们果然看到了目标物资。这些金属罐散发着幽蓝的光芒，和听证会上展示的一模一样。找到了，真的在这里！他立刻开始动手，把金属罐搬到手推车上。他拼尽全力搬了5个金属罐到手推车上。够了，太多了，我们拿不动，我们赶紧走，别被发现了。两人不敢多留，推着小车快速离开。他们顺着排污通道，小心翼翼地往地区移动。排污通道又窄又暗，走起来十分艰难。终于，他们把物资运回了地区的小隔间。看着地上的5个金属罐，江旭柏的眼中闪过疯狂的光芒。童软、秦昭南，你们没想到吧？现在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了。他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自制雷管，一个个绑在金属罐上，然后小心翼翼地连接上遥控引爆器。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地区广场，让他们乖乖听我们的话。这一切都被监控室的我看得一清二楚。鱼上钩了，要不要现在就派人包围地区？不急。等明天他们在广场上闹起来，再一网打尽。我要让他们在所有人面前彻底颜面扫地。夜色渐深，基地进入了短暂的平静，一场风暴正在酝酿。第二天清晨，刺耳的电流声突然打破了基地的宁静。秦昭南、童软，还有所有基地高层，都给我听好了！第一批 X7冷凝稳定剂成品，现在全部在我的手里。我在上面装了烈性引爆装置。没错，只要我们按下按钮，这些稳定剂就会被彻底炸毁，没有 X7，地下城就无法运行，你们都得死！现在，我命令你们立刻恢复我和婉舒的 S 级最高权限，给我们分配地下城最核心的住宅。还有，我要童软亲自在全区广播里向我下跪道歉。我只给你们10分钟时间，10分钟后看不到秦昭南带着权限卡来地区广场，我就引爆炸弹。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整个基地瞬间陷入了一片恐慌，民众们惊慌失措，纷纷涌向地区广场。很快，地区广场就挤满了闻讯赶来的民众。接到警报后，全副武装的安保部队迅速出动，他们瞬间把江旭柏和陈婉舒包围在地区广场中央。一名安保人员握紧手中的甩棍，神情警惕。我和秦昭南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往地区广场。我的脸上没有一丝波澜，仿佛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秦昭南眼神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整个广场被围得水泄不通，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江旭柏一眼就看到了我们，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江旭柏举着遥控引爆器向前走，他激动得浑身发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胜利的样子。陈婉舒也跟着激动起来，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民众们也看到了我们，纷纷投来期待的目光。我们停下脚步，冷冷地看着广场中央的江旭柏和陈婉舒。江旭柏看到我们，激动得浑身发抖。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通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通道尽头。秦昭南和我并肩走了出来，一步步朝着广场中心行进。江旭柏看到我们走来，激动的浑身不停发抖。秦昭南，权限卡带来了吗？童软，给我跪下，不然我就引爆炸弹！我看着江旭柏歇斯底里的模样，轻轻叹了一口气，眼中满是怜悯。我内心毫无怒意，只觉得对方愚昧可笑。江旭柏，你真的是蠢得无可救药。听到我的话语，江旭柏嚣张的神态瞬间凝固。你真的以为我会把关乎全人类命运的核心物资放在一个连废弃排气扇都没封死的旧储藏室里？江旭柏的脸色一点点褪去血色，心底的慌乱越来越浓重。你怀里抱着的根本不是什么 X7冷凝稳定剂，是提纯 X7过程中产生的强酸性工业废液。我特意加了发光显色剂，就是为了误导有心之人。听完我的揭秘，江旭柏最后一丝侥幸彻底破碎，脸色惨白如纸。不可能！你骗我！这上面的标签明明写着核心物资，它的蓝光和你展示的一模一样。信不信由你。你可以试试按下引爆器。你如果按下引爆器，唯一的结果就是被这些强酸瞬间融化成一滩血水。我的话彻底击溃了江旭柏的心理防线，他握引爆器的手不停颤抖。站在一旁的陈婉舒听完真相，吓得魂飞魄散，浑身不停发抖。极致的恐惧让陈婉舒无法稳住手中的金属罐，散发幽蓝光芒的金属罐从陈婉舒手中滑落，金属罐重重砸在地面，发出沉闷声响。看着落地的金属罐，江旭柏彻底陷入绝望与恐慌之中。周围的民众心生恐惧，纷纷向后退避，生怕被强酸液体波及。秦昭南静静站在我身旁，周身气场冰冷，整座广场陷入死寂，所有人的视线都死死锁定在地上的金属罐。金属罐裂开，里面的液体流了出来，一股刺鼻的黄绿色气体瞬间泄露出来，几滴幽蓝色的废液溅落在了地板上。坚硬的特种合金地板竟然瞬间被腐蚀出几个滋滋作响的黑洞，全场哗然，所有人都下意识后退了几步，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天哪，真的是强酸！太可怕了！如果刚才爆炸了，我们都得被腐蚀成血水。江旭柏看着地上的黑洞，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手里的遥控引爆器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引爆器滚到了秦昭南的脚边，他面如死灰，瘫坐在地上，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
这不可能！秦昭南上前一步，军靴踩在了引爆器上，他用力碾压，将引爆器碾得粉碎。秦昭南看着瘫坐在地上的江旭柏，眼神冰冷。陈婉舒缩在角落，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江旭柏、陈婉舒涉嫌盗窃基地高危物资，企图破坏地下城生命维持系统，以此要挟全人类。全场再次哗然。所有人都用愤怒的眼神看着他们。江旭柏突然抬头，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和不甘。陈婉舒突然尖叫一声，转身想要逃跑，安保人员立刻上前，死死按住了他。此举已构成反人类罪，根据北极基地最高法则，判处流放，即刻执行。江旭柏脸上的得意瞬间消失，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恐惧。不要！阿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看在我父母的份上，看在你妈资助我6年的份上，饶我一命吧！我给你当牛做马，我再也不敢了。陈婉舒看着江旭柏的惨状，彻底崩溃了。童博士，我知道错了，我也是被江旭柏逼的，求你饶了我吧，我不想死。我静静地看着他们，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我母亲的恩情，在我把研究院名额让给你的时候，就已经两清了。从你递给我离婚协议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只剩下因果报应了。你们今天的下场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怨不得别人。说完，我转身就走，再也没有回头。他看着我的背影，发出了凄厉的尖叫。不，童软，你回来，软！安保人员立刻上前，死死按住了疯狂挣扎的江旭柏。他们的力气很大，他根本挣脱不开。江旭柏被粗暴地带向气闸。放开我！你们放开我！童软，我错了！不要！我不要走！饶了我吧！两人像拖死猪一样被拖向基地最外层的隔离气闸，两人拼命挣扎，却还是被安保拉走。长长的金属走廊里，只剩下他们的惨叫和拖拽声。隔离气闸缓缓打开，刺骨的寒气扑面而来。我站在监控室里，看着屏幕上的一切，眼神没有一丝动摇。那些背叛和伤害都随着这场风雪彻底埋葬了。我的身影一步步走远，彻底消失在幽深走廊的尽头。身后传来的哭喊声响，随着距离拉远，变得愈发微弱飘渺。低沉的机械轰鸣响起，厚重的合金大门开始缓缓开启。门外刺骨寒风扑面而来，激流凌厉，仿佛能够割裂表层肌肤。狂风卷动漫天冰雪，耳畔响起如同呜咽一般令人心悸的声响。放眼望去，皆是白茫茫冰原旷野。二人身上防寒衣物全部被收缴，仅余下残破单薄的衣衫。求求你们，给我一件外套，我不想死！陈婉舒被毫不留情地踹出大门外，紧随其后，江旭柏也被推出大门外，摔倒在雪地上。极致寒气瞬间穿透单薄衣衫，刺骨凉意席卷全身。沉重的门板猛然闭合，彻底隔断屋内仅存的温暖与生机希望。短短数秒时间，发丝表面迅速凝结冰霜，唇部失去血色，变得乌紫僵硬。江旭柏绝望之下，彻底失去理智，疯了一样冲向大门。开门，放我进去！童软，我错了！低温快速冻伤手部肌肤，皮肉开裂出血，任凭如何击打哭喊，厚重大门依旧纹丝不动。陈婉舒只能蜷缩在雪地之中，任由绝望情绪包裹自身，身体力气飞速消耗殆尽，击打大门的动作慢慢变得虚弱无力，最后一丝力气彻底耗尽，直直瘫倒在冰冷雪地之上。二人被隔绝在荒芜冰原，彻底失去重回基地继续生存的所有希望。江旭柏无力瘫倒在皑皑雪地，望着紧闭的大门，心底被绝望与悔恨填满，眼底再也没有往日戾气，只剩下无尽的懊悔与走投无路的绝望。阿软，开门，我错了。指尖彻底丧失知觉，四肢不受控制，浑身力气尽数抽空，重重坠入松软冰冷的雪堆之内，凛冽寒气无处不在，不断穿刺侵蚀周身骨骼血肉。视线转向身旁，另一人早已被严寒冻僵，只剩眼眸上且能够轻微转动，残存最后一丝微弱的意识思绪。我真是疯了，竟然觉得他比你强，竟然以为能算计你。江旭柏身体与精神都抵达极限，意识开始模糊。江旭柏弥留之际的脑海之中，最先浮现而出的是22岁的我在阳光下浅笑的模样。我曾经为了江旭柏毫不犹豫舍弃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在江旭柏艰难的时刻，我始终陪伴照料左右。一幕幕过往尽数回想，无尽遗憾无法释怀。如果当初我没有背叛你，如果当初我把车票给了你，现在的一切会不会都不一样？江旭柏的愧疚化作泪水，刚刚滑落脸庞，就被瞬间冻结成冰晶。江旭柏收起所有悔意，转头看向陈婉舒，内心爆发出极致怨毒。他残存的最后只剩下满腔不甘，以及对陈婉舒的浓烈怨恨。江旭柏耗尽身体最后一丝力量，朝着陈婉舒奋力扑去，恩怨纠葛直至生命尽头。濒死之际，依旧没能放下仇恨，
迎来最终对峙。极致的怨恨彻底爆发，江旭柏彻底陷入疯狂状态。失控的男人猛地发起冲撞，瞬间将陈婉舒压制在冰冷雪地之中。都是你！如果不是你勾引我，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陈婉舒脖梗被紧紧锁住，窒息感瞬间席卷全身，求生本能驱使身体行动，奋力向着江旭柏发起反抗。万般绝望之下，陈婉舒张口狠狠咬合。你这个贱人！都是你害了我！陈婉舒承受伤害与指责，满心委屈愤慨。江旭柏越加疯狂，始终不肯松开束缚。零下30度的荒芜冰原，二人互相宣泄积攒已久的怨恨。极寒低温不断侵蚀江旭柏的身体，动作渐渐迟缓无力。陈婉舒意识渐渐模糊，再也无力做出大幅度反抗动作。江旭柏失去支撑力量，紧握的手掌缓缓松懈，生命在极寒之中彻底走向终点。狂风裹挟大雪愈发猛烈，漫天冰雪一点点遮盖地面上的身躯，积雪不断堆积，慢慢将两个纠缠的身躯完整遮盖起来。风雪凝结成冰，将二人最后的姿态永久封存，模样扭曲怪异。临死前的怨恨与疯狂全都被冰层永久定格在脸庞之上。生命落幕的最后一刻，二人依旧维持着互相伤害的模样。无尽冰原之中，两座纠缠的冰雕成为这场恩怨纠葛最后的结局。所有的私心、欺骗、怨恨，最终都被极寒冰雪彻底掩埋封存。疯狂与过错终究酿成恶果，两人最终一同长眠于这片极寒之地。门后的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再回头看一眼，那些关于过去的背叛、屈辱、痛苦，都随着门外那场风雪被彻底埋葬。我站在监控室里，看着屏幕上那两座冰雕，眼神平静。冰冷的冰雕定格了过往恩怨，一切纠葛就此落幕。秦昭南缓步来到我的身边，静静陪在我身旁。他轻轻伸出手，稳稳将我的手握住。都结束了。听闻话语，我心中所有郁结尽数消散，坦然接纳一切落幕，嘴角慢慢扬起，心中生出放下过往的释然笑容。是啊，都结束了。X7冷凝稳定剂完整注入主控系统，基地温控程序正式启动。伴随着系统运转，整座地下城的温度开始缓缓回落。庞大的能源转化塔持续运转，不断为人类家园输送洁净能源。仿真阳光透过顶部穹顶，温柔铺满整片生态园区。全新培育的植物嫩芽迎着光亮缓缓舒展自身嫩叶，整片基地沉浸在喜悦之中。众人相拥庆贺来之不易的新生，孩子们在开阔广场肆意奔跑玩耍，处处洋溢鲜活朝气。老人们安稳坐在长椅晒太阳，脸上浮现许久未见的舒心笑意。我站在生态园之上，眺望这座重获生机的地下城池，心中感慨万千。我缓缓吐出胸中郁结的气息，我终究兑现了曾经许下的诺言，为人类缔造出全新的栖息家园。崭新的人类家园就此成型。往后岁月皆安稳顺遂。夕阳的余晖透过基地的天窗洒在我的脸上，给我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一股熟悉的冷杉香气轻轻地从我的身后缓缓飘过，感知到身后动静，来人一步步走到我的身旁位置，二人并肩而立。此刻他周身气场褪去凌厉肃杀，尽显温润平和，往日杀伐硬朗的气质消散，周身气质变得柔和温润。他轻轻侧过头看向我，目光温柔专注。在想什么呢？整片园区的灯火尽数映照在他眼底，模样温柔动人。看着眼前的人与景色，内心暖意涌动，不自觉展露笑颜。在想，明天的生态园区里应该种些什么颜色的花？历经末世波折，此刻相伴的安稳时刻，让内心倍感踏实温暖。简单美好的心愿，让他露出宠溺又柔和的笑容。他动作自然从容，缓缓抬手，主动向我的指尖慢慢靠近。宽大温暖的掌心包裹而来，瞬间将指尖所有寒凉尽数驱散。掌心紧实的力道，藏着他隐忍多年未曾言说的真挚心意。他抬眸认真望向我，神色郑重，准备道出埋藏7年的心里话。童软，有句话我藏了7年了。7年岁月流转，这份爱一深埋心底，生根发芽，从未消散。7年前，在国家研究院的学术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这7年里，我的委屈、难过与失意，全都被他默默看在眼里，暗自揪心。我看着你为了江旭柏放弃一切，看着你受委屈，看着你难过，我心里比谁都疼。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喜欢你，我想照顾你，但我怕打扰你的生活。昔日遗憾已然定格，过往尘埃落定。他决心牢牢珍惜往后时光。望着他眼中浓浓的深情，我的内心被满满的感动填满。7年前我错过了你，这一次，我再也不会放手了。旧世界彻底落幕，崭新的人生旅途即将携手共同前行。旧的世界已经结束了，新的世界，让我陪你一起走，好吗？漫漫岁月一路走来，每当我深陷困境挫折，他永远都会第一时间来到我身旁守护陪伴。秦昭南紧张地看着我，手心都冒出了汗。7年的默默守护，就等这一句回应。我看着他眼中化不开的深情，过往那些独自撑过的黑暗，被背叛的痛苦，绝境里的挣扎，都在这一刻被彻底抚平。我回握住秦昭南的手，嘴角扬起一抹从未有过的明媚的微笑。好
秦昭南愣了足足3秒，随即狂喜地将我紧紧拥入怀中，力道大的仿佛要将我揉进骨血里。他的声音带着哽咽，在我耳边一字一句郑重承诺：谢谢你，阿软。往后余生，我会永远陪着你，守护你，守护我们的地下城，守护人类的未来。我靠在他温暖的怀里，抬头看向生机盎然的生态园。一只蝴蝶飞过，极热末世终会过去，而属于我们的崭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